新年好，我是 Chic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按理说，我这期视频应该是录如何选择初创企业，就是我上2支视频的一个下篇。然后我放假期间呢，天天在家里打游戏，就忘录视频。新年第1周，我给自己制定了很多工作计划，然后也想把这个视频给录好，周3可以发布。结果周1的时候，我就发现我家小猫身上有跳蚤，然后呢，我就要先给它除虫，照顾它，然后把家里做一个彻底的清扫，然后再把工作补上，然后就没有时间制作视频了。说了这么多，我就是想和大家说，这一期的视频，我想来谈一谈我是如何处理负面情绪的。当负面情绪上来的时候，首先我会先做一个深呼吸，平息一下自己的情绪。深呼吸真的是最有效、最快捷平息负面情绪的方法。大家呢可以参照一下腹式呼吸法，真的有非常多的益处。然后今年我的新年愿望呢，也是想要做更多的冥想练习。我看到 Netflix 这个月出了一个叫冥想正念指南，希望呢这个月我可以有时间把它看完，然后跟你一起去练习。然后呢，我不会去抑制这个负面情绪，情绪是没有好坏的。我们有负面情绪呢，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现象，就是我们要学会的是接受这个负面情绪。我一看到自己给自己安排的计划完不成的时候，我就真的非常焦虑。但是我知道这个焦虑呢是正常的，因为一旦计划打乱，我们都会有些焦虑。特别是你自己给自己安排了非常多的一个目标，然后你没法完成，你就会感到焦虑，这是非常正常的一个现象。有时候这种焦虑还可以促进我们去做更多的事情，或者找到更有效提高自己效率的方法。所以呢，就是千万不要抑制自己的负面情绪。重要的是，当这个情绪产生的时候，你接下来的行为是什么？我以前呢就做过一个练习，就是每次有负面情绪的时候呢，我就会在手机里面打开手机的 Note App， 然后记下我自己接下来的行为会是什么。比如说我会说什么样的话，比如说我下一步会去做什么样的行为。常常都是我读到我可能会因为生气回复的短信的内容以后，我就觉得自己特别好笑，然后就把那些话就删掉了，然后就不想再说这样的话了。或者就说我看一下我自己下一步要做的行为以后，就发现那个就是非常的不理智，告诉自己要冷静，想想下一步应该做什么样的行为可以帮助解决问题，而不是让情绪带着我走。我们不知道要怎么去处理负面情绪，是因为我们没有这样的工具。就好像你做数学题的时候，你不知道要用哪公式去解，或者像你打游戏的时候，你不知道要放哪个大招去杀了这个怪兽。当你知道要用什么样的方法去处理面对这个负面情绪的时候，你也不会觉得负面情绪是个事了，然后你也就不会慌了，你就会更容易的去接受这个负面情绪。我会去寻找给自己的负面情绪有一个处理的工具箱。在我的负面情绪处理工具箱里面，第一个工具就是倾诉对象。我觉得每一个人都要有倾诉对象，你不要觉得你会麻烦对方，你会把负面情绪带给对方，因为有时候你把软弱的一面和对方分享，你是可以增进感情。这个倾诉对象呢，一定要是一个懂得聆听的人，他不一定要给你解决问题，因为有时候你把自己的负面情绪倾诉完了，你自己可能就知道你应该要去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了，你也不需要别人给你任何建议了。所以现在想想，你的倾诉对象是谁？
如果你没有这个倾诉对象呢，你是可以找心理咨询师的。现在我觉得特别方便，有很多软件，你可以直接打开，就和一些心理咨询师直接交流。你就把心理咨询师给想做是一个帮助你改进生活的一个人，就好像你有时候有美妆的问题，你想咨询专业人士，就比如说你有时候需要装修房子，你也会找专业人士。所以对你的心情来说，你也可以寻求更专业的人来帮助你。接下来在我的负面情绪管理工具箱里，我有一个负面情绪参照表，就是说你知道这个负面情绪背后的原因是什么。比如说有时候我特别生气，是因为别人触及了我的底线。当这个情绪发生的时候，你知道它的对应点是什么，而这个就是要通过你一直长期的去分析和学习你自己的负面情绪。这个不是很多人天生就会的一个技能，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些负面情绪。这个呢，我就要推荐大家一个叫人生学校的机构，它有视频，也有网站，也有书籍。我就通过他们的一些内容，对自己有了很深的一个自我认识，也通过这样子改变了我的工作上的一些情绪，我自己也知道要怎么去处理这些情绪了。所以情绪管理这真的是一个毕生的课题，就是我在这个视频里真的很难和你们把所有这些都说清楚，但是呢，我也希望就是能给你一些启发。当你知道负面情绪背后的缘由是什么，你就可以在自己的负面情绪管理箱里添加可以缓解它的工具，是适合你和健康的一个方法。比如说我压力大的时候，我喜欢看动画片，我喜欢看宫崎骏的电影和史努比，我就不会去看一些让我觉得很紧张的东西。比如说我焦虑的时候，我就去做家务。这个呢也是我读研究生的时候发现的一个方法，因为经常会有完不成的一些项目，我就很焦虑，一焦虑就睡不着，然后越想到越睡不着，第二天早上没有精力去上课，我就越焦虑。所以呢，我就会干脆呢就去做家务，洗衣服、擦地板，把自己搞得很累，然后倒头就睡了。其实做家务这个方法呢，也能让我就说完全进入在另外一个事情里面，就说我转移了这个精力，我就不会再去思考那些将来还没有发生的事情，把自己搞得很焦虑了。就说你要找到一个适合你的方式，然后每次呢，你这个负面情绪产生的时候呢，你就去做一个相应的内容。像我去年因为一年都待在家里，就一想到2020这个疫情，就总有一些烦躁吧，然后我就去买植物，然后我就发现每次买完植物的心情就特别的好，所以我一烦躁我就去买植物，以至于我去年一年突然给家里增添了非常多的植物。就是找到一个方法，然后你每次就用这个方法，就是感觉你在给自己的负面情绪一个新的一个衣服，就是这个情绪产生了，你可以有一个机会去做这样一件事情了，然后也就没有那么糟糕了。最后一点就是大脑肌肉是可以锻炼的，我们可以通过练习再练习，慢慢的认识自我情绪和他人情绪，然后拥有掌握驾驭情绪的能力。在这里我有一个小提议，当你们看完这支视频的时候，你们可以给自己来一个一日挑战。比如说你今天一天要和每一个同事说一句赞美的话，比如说你今天要不去完成一项项目，或者你今天就什么事都不要做。当然了，如果是工作允许的话。我在这里送大家一句我非常喜欢的一句话，来
自挚友维尼这个电影。有时候无所事事，反而能成就最棒的事。希望今天的内容对你有所启发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视频，就记得点赞、关注。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和我分享你是如何处理负面情绪的。那下期再见啦！